OK， 现在来到 Broadon S7 省，100。OK。哎呦，正在看这部视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续上一期啊，我带你们看过这个 Broadon S7 省，它的外观还有内饰设计以及它的配置。观众朋友，你们对这辆车你们的评价如何呢？如果你们还没有看过关于上一期这个 Broadon S7 省它的外观、内饰还有配置介绍的话，你们也可以点击我右上方的链接去看一下哦。至于今天要分享的就是 Broadon S7 省它的一些试驾体验。好了，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Let's go！ 现在在我身后的就是 Broadon 室内试车赛道，应该叫试车道路了。这个道路呢，其实也不像我们平常的道路，可以看到我身后是一个2公里的试车道路，它不是像我们平常的路是平的，它是有斜度 curve 上去的。这样子的道路呢，在我的印象中啊，在成龙的《霹雳火》店里面看到，我没记错的话啦，因为这个电影太久了。So 接下来呢，我会先体验的就是 Broadon S7 省它的 ADAS system， 也就是 ACC 跟车、Lane Keep Assist 这些。It's normal cruise control when you drive. 据驾驶员的介绍啊 ，S7 省它是具备了 ICC 跟 ACC 这2项跟车巡航功能，但是它们2者之间是有不同的。在开启 ACC 的时候，虽然讲它是会配合 Lane Keep Assist， 让车子跟着前方的车速跟车，以及维持车子在行驶在车道的中间。可是当遇到弯道比较多，或者是前方的车辆比较多的时候 ，ACC 对于前方跟车距离的判断就没有这么理想。至于 ICC 的话，它是比 ACC 更加智能的跟车系统。它除了具备 ACC 跟 Lane Keep Assist 的功能之外，它还可以识别 Speed Limit Signboard 等功能。当我们开着这个 ICC 遇到弯路的时候，这个 ICC 跟车它是会微微跟着路况摆 steering 的。可是当这个 ICC 它判断前方的路况是属于比较弯的情况，它就会自动停止这个 Lane Keep Assist 的功能，让这个 driver 操控 steering 的幅度来过这个比较 curve 的弯。当这个 ICC 判断车子已经回到平坦的路的时候 ，Lane Keep Assist 也会自动重启工作。再来，我们也可以从画面上面看到，当前面的车子在摆动的时候 ，ICC 它也会判断前面车子摆动的轨迹，再来控制 S7 省 steering 的摆动。这一点就比起 X7 省跟 S50的 ACC 跟车，只是单纯的把车子保持在车道的之中来得更加的智能。但是在这边还是要 mention 一下啦，这个 ICC 跟车只是一个辅助驾驶功能啊，请别在路上开着它，然后分神玩手机哦。OK，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在 S7 省的操控性。所以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路段呢，基本上是模拟我们的马来西亚路段啦。再加上呢，它其实有设了一些障碍物在眼前，所以我们就要避过这些障碍物。而我是以一个差不多是45公里的速度在驾这条路，但是这辆车给到我的反应，我觉得它的油门是蛮激进的。可以看到现在来到是一个麋鹿测试的路段。OK， 来 Go。然后我个人觉得它的 steering， 它的指向性的操控性是蛮 respond 的，是蛮线性，然后它的反应也是蛮快的。所以我们简简单单的通过了这个麋鹿测试。整辆车给到我的感觉，我觉得是蛮舒服的，它是可以很轻松驾驭的一辆车。然后现在我用的是一个 Comfort 的模式来驾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下山坡，前面就有障碍物，踩点 brake。可以 feel 到它的 steering 它的指向性呢都是指哪打哪的感觉。然后现在我们过着一个比较 curve 的弯。然后可以感觉到，其实它的 body roll 都还好，不会给你很明显的 body roll。整个的 suspension 还有它的底盘，我觉得是蛮 firm 的。所以我就完成了这个麋鹿测试。然后现在来到一个就是模拟马来西亚路段，那种缝缝补补啊，那种有 hump 的路段啊。
其实可以感觉到它的避震、它的滤震感是蛮干净的，不会给你太多的余震。然后避震的调教是属于舒适性取向，不会给到你那种咚咚咚咚咚这样的感觉啊，我觉得是蛮不错。OK， 现在测试就是0到100，然后到0，就是 Jam Brake 测试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眼前的3辆车，一辆是 Honda City， 中间就是 S70， 再来就是我们2023年的 Toyota Vios。OK， 现在我上的车就是2023年Toyota Vios。油门踩完，哇，这样 Vios， 哎呦 ，Vios 不行啊！哇，老爷。Cannot 100。对，会远一点。是。OK， 现在我跳到 Honda City， 刚才那个多大的 Vios 的体验太差了，不行。On my mark. 3, 2, 1, go. OK， 现在来到 Proton S70。OK， 可以看到现在超越了 CD， 100。OK， 总结一下这个 S70 0到100、100到0的体验。首先就是当我一脚油门下去到底的时候，可以 feel 到这个 S70 它的起步是有 delay 的。这一点我个人觉得可能就是跟它的压箱的 tuning 有关呐。至于这个 S70 的 brake， 当我一脚踩下去的时候，它给到我的反馈感是，它会及时的进行刹车的动作，它不会像有些车子踩下去的时候，好像踩没有 brake 这样子。S70 的 brake， 它会给到你很有 confidence， 可以把这辆车子停下来的感觉。至于 S70 从100到0停下来的时间，我也是有放了秒表来做计算，但是这样子放秒表计算的方式呢，只是一个不专业的方式。而且对于车子从100到0停下来的因素，也不只是单单这个 brake 罢了，像是轮胎的品质、路况，还有不同的驾驶员他刹车的力道等不同的因素，也会导致这个车子停下来时间有所不同。因此对于这个成绩，观众朋友你们就当做参考就好了，你们也不要太过认真哦。OK， 现在要测试的就是这个 Proton S70 的防撞预警和防撞紧急刹停这个功能。像我们平时跟 showroom 借车来讲的话，是 test 不到的，因此这一次非常有幸可以试到这个 Proton S70 的防撞预警跟防撞紧急刹停功能。OK， 来到了这个 AEB 的体验环节。首先驾驶员把 S70 的防撞提醒的灵敏度开到最大。当 S70 以70 km 的速度行驶的时候，前面的车子是以龟速25 km 的速度行驶。可以看到 S70 距离前面的车子还有一段的距离，就已经开始提醒驾驶员要踩 brake 了。当这个驾驶员 emergency brake 的时候，可以看到距离前面的车子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来到了第二次的环节，前面的车子依然是以一个龟速25 km 的速度来行驶，驾驶员还是以一个70 km 的速度驾驶着这个 S70。不过这次这个防撞提醒的灵敏度是调成最低，可以在画面上面看到，比起之前这个 S70 的防撞提醒 detect 到前面车子的距离是比起第一次更加的靠近才开始响。而且当这个驾驶员踩下 brake 的时候，我个人觉得会感觉到顿挫感也会比较明显。至于第三个环节，就是从提醒升级成防撞刹停。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当这个 S70 侦测到前面有个障碍物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响提醒驾驶员要踩 brake 了。当这个驾驶员很 ticky 依然不踩 brake， 这个 S70 的防撞刹停就会开始介入工作 ，emergency brake 把这个车子停下来，避免撞到前面的障碍物。而且从画面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 ，S70 的防撞刹停对于距离的把控也是蛮到位的啦。车子完全停下来的距离前面的障碍物，目测大概是有1-2-3代迈币的车长。OK， 观众朋友，对于这个 Proton S70 在这个封闭道路试驾体验的分享视频内容就到这里啦。对于这辆车，它的表现，我个人觉得是蛮满意下啦。当然，这辆车正式在马来西亚发布的时候，
我也会跟这个 Proton Showroom 借来 on the road 试驾一下，来看一下它的表现是不是跟我们在这个封闭道路试驾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观众朋友，如果我们对于这个 Proton S70有兴趣的话，想要了解更加多关于这个 S70的内容，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子的话呢，你们才不会错过关于 Proton S70更加多的分享体验内容啦。好，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